现在我的脑子里面都是注音符号耶。你在笑我吗？你在笑我吗？没事吧？大家好，我是圆圆。哎，我的字幕怪怪的。大家好，为什么是这样子？OK， 大家好，我是圆圆。学语言啊，其实有蛮多不同的部分，有词汇，有讲话的速度，有发音，有听力、写作、阅读的能力。所以其实学语言真的有蛮多不同的部分，然后每一个人如果要学会讲一个语言，真的可以花时间放在很多不同的这些部分，才可以真的是很流利。你知道吗？我学中文都是自己学中文，我非常的少上课，大部分都是我自己在家里在咖啡厅学的。所以其实都是我自己决定我要花时间放在学中文的哪一个部分，然后我大部分的时候都是看书，所以我看了很多中文书，我觉得我的中文的词汇很广，我总共知道差不多15000个中文字。但是呢，其实我的中文的能力还可以有更多的进步，有一些部分我比较弱。其实我最近破了在 YouTube 的文章，问大家他们用什么输入法，然后看起来注音有80% 左右，然后有一个叫做仓颉，有6% 的台湾人会用，然后手写10%，拼音2%，还有其他的3%，其他好像有一个叫做无虾米，我没有听过，但是我看好像是一个很厉害的输入法。所以在台湾的话，大家最常用的是注音还有手写。但是呢，大部分的外国人其实用另外一个是罗马拼音。为什么呢？拼音会用到英文的 QWERTY 的键盘，所以因为外国人已经长大都会用到这种键盘，开始打字马上很快。我打拼音还是打英文一样，我打得超快，因为我是软体工程师，我的工作就是打字，所以对外国人蛮方便。那我在台湾9年，我为什么没有学过注音呢？像我说的，你学语言的时候，你要决定你要哪一个部分要有进步。然后我的话，我决定我要把所有的时间放在看书，还有我希望我的听力还有讲话的能力会有进步，所以我把我的时间放在这些。但是呢，注音也是台湾文化的一个部分，大部分的人都用注音，所以我如果要融入台湾的社会、台湾的文化，那还是要花这个小时间学注音。其实我最近改变了我的频道的名字，它变成冯维源法国台客。那我最近觉得，那法国台客好像需要学会注音。OK， 所以我觉得时间到了，我要认真开始学注音。这是一个挑战，24小时学注音，行不行？你觉得在24小时内可以学注音吗？好，那行动胜于言语，所以我们试试看吧。OK， 所以第一个部分就是我要复习注音，然后我写了这些，用笔写的，然后我会一直复习。然后除了这个以外，我还有手机的 app， 这个是它会帮我发音，所有的字，所以如果这个不太清楚，我可以用 app 确认。注音总共有37个字，所以也没有那么多。今天的任务，我只是要学37个新的符号，因为呢，我最希望的是我可以用注音打字，而且越快越好。不管是在沙发、桌子或阳台，我都很认真在复习注音符号，一直在大声的念。卢卡斯，我的室友，觉得我很烦。然后第三个部分就是我要花很多时间打注音，习惯
用一个注音的键盘打字。我相信这个部分可能是最有难度的，因为习惯一件事情需要时间。学注音，我的脑子很累。现在我的脑子里面都是注音符号。OK， 时间到了。那过了24小时，我学了注音吗？我现在注音的能力怎么样呢？我们要考试一下，像学校一样。OK， 所以我准备了一些注音的符号，不要作弊哦，不要作弊。OK， 那第一个就是日、一、四、A。这个是七啊，这个吃一，好，差不多吧。考试的第二个部分，我要看它的发音，然后我要用笔写，然后你不要笑我写字的样子，因为我知道很丑。OK， 第一个我知道我写的字不好看，我很努力。知应该是这个，对不对？ Oh yeah。然后鸡是这样子，四应该是这个。A 是这个。哥哥的哥，因为哥哥有两个，所以是个这样子。七只有一个这样子。就是啊 ，OK。然后下一个考试的部分就是要用手机打字打中文，我们继续看吧。好啦，我们要打注音呢，我要打什么？考试科考试一一的一语我的啪的那个啪听的啊，不是这个啊，是这个啊，听到耶，听的机会听到。快，对，很慢。OK， 所以24小时学注音的挑战结束了。这个时间是过得怎么样？我总共需要2个小时，为了学所有的就是注音符号，2个小时一直在复习，一直在用我的记忆力，去记得37个字。然后我也花了2个小时，学要怎么写。然后剩下的时间我都是放在打字的能力，所以我花了好几个小时，都是乱写很多的中文的字，都是用注音符号打的。然后如果注音符号不确定要怎么打，还是有很多网站、很多 App 可以告诉你。这个周末有没有辛苦？我觉得有一点，因为我花了真的很多时间都放在学注音，我的脑子有一点累。但是我会不会觉得注音很难？我觉得没有很难。我觉得你不知道一件事情，不要马上说哦，好难哦。你知道，凡事总是有难而已。当然，刚开始的时候感觉不简单，但是其实你要花时间，然后你可能会发现没有那么难。如果要做比较的话，我跟你说，我中文可能学了5000个小时才可以到现在的中文的能力。然后注音呢，我花了1天，然后我已经可以打注音。所以你问我注音是不是很难，我会觉得没有很难。但是我觉得我可以在1天内学注音，有另外一个原因，就是我已经学会中文还有拼音。
我知道每一个中文字的声调是什么，是一声、二声、三声、四声，所以我学注音的时候，其实大部分我已经知道，我要学的部分就是要怎么打注音。好，接下来怎么样呢？我决定接下来我要继续用注音打字，然后我希望有一天我打注音跟打拼音会一样好。熟能生巧，对不对？你要继续做一件事情很久，你才可以有进步。对，我现在可以跟台湾人一样打注音。我现在如果有人问我是打注音还是拼音，我可以说当然是注音，我们在台湾啊。我现在越来越像法国泰克。好，谢谢大家收看。如果你还没的话，我请你订阅我的频道。你也可以去看看我的 IG 圆圆 in 台湾，我在那边也会播很多我的生活的现实动态，欢迎去看看。然后我跟你说，下次见，拜拜。